据美媒防务时报的消息称，美国的国家安全专家凯尔·米佐卡米在近日为日本制定了一份相关的计划。凯尔认为，地理位置的尴尬处境是中国存在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当下的国际形势中，制海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缺乏有效的洋岸线这一点对中国来说是需要摆在明面上进行讨论的问题。中国虽然有很长的海岸线，但其周围大部分是浅海，对潜水艇很不利。鉴于日本与中国距离较近，在防御中国的军事威胁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尽管其经济实力不如中国，但日本现在的实力，即使是不赶超中国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积极防御的话，这也足够帮助到美国海军。毫无疑问的是，这是美军专门为日本制定的总体作战计划。在未来，美日海军或将会紧盯中国海岸线这一弱点，意图在咽喉处遏制中国海军。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所有亚太地区盟友中，也就日本与中国的实力相对接近，且与中国之间存在较深矛盾，所以让日本共同与美国武力对抗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要知道的是，日本当下因此被美国所需要，并且积极配合，这种行为无异于是一种赌博。就拿以往的案例来说，早在2010年的时候，日本也是当了美国人手中的刀。当时的美国为了针对中国，结果推出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让日本借此在钓鱼岛制造事端。这一举动导致中日关系瞬间恶化，直至近2-3年来，中国赴日移民增多才略有恢复。而在这一轮的博弈中，中国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实现了钓鱼岛常规巡航不说，海军也是动不动就在西太平洋进行常规训练，并且还划定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所以说，在面对日本时，中国就要用雷霆手段。就拿现在美军为日本重新制定的总体作战计划来，中国可以在2个方面向日本施压。首先，日本经济不能脱离中国经济，在目前这个阶段，经济合作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仍然应该正常进行。其二，要在外交和军事上向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了解，如果实施了这一作战计划，那日本就要承受多高的战略风险。除了在这2方面向日本施压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早日两岸统一。美日之间的勾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统一大业已刻不容缓。据美国军方背景的媒体《空军时报》在当地时间5月5号的消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美军最大的空军基地范德堡被临时紧急封锁，原因在于当天计划尝试发射的一枚民兵3洲际导弹出现技术故障，发射计划被迫终止。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也在当天对外声明，当天的发射计划中，小伙子们都是按照严格的规定流程进行的操作，但在即将发射之际，发射相关系统却紧急报警，预设着发射彻底失败。需要注意的是，民兵3洲际导弹是美军全球3位一体核战略中陆基发射核弹的核心装备，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投入研发，70年代开始大量制造生产，前后近100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民兵3洲际导弹服役于美军。这样一款核心装备，美军对待起来也是十分谨慎，每年都会例行举行全面检验活动。如此重要的一款装备却在检验时出现问题，甚至这个问题严重到必须终止发射任务。可以说，如果美军主力陆基洲际导弹出了问题，那美军整个3位一体核战略的链条也要就此断裂。美军在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官方发言人在对外谈到此事时，更是用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来形容当前的局面。有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民兵3已经有超过50年的服役历史了，现在发现出了问题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此外，在2018年的时候，美军就有一枚民兵3在检验发射中因为异常原因，飞行过程中自行启动了自毁程序。实际上，围绕美国3位一体核战略中如今出现危机的一角，美国国会内部也是对此炒开了锅。一部分人认为，既然都服役50多年了，也没必要多花钱去重新维护返修了，不如趁着一部分还能用，抓紧时间投入资金研发全新的洲际导弹，比如民兵4之类。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对方不过是想要骗国会的钱，巧借研发项目自肥腰包。现阶段完全可以拨款对民兵3进行全面检修，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而更极端的人则干脆觉得省点钱，别去折腾什么洲际导弹了，用战略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就足够让美军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了。有观察人士就认为，美军核库存在美苏冷战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
而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一直为这些庞大库存支付海量的维护费用。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军内部就爆出了有核弹失效的情况，但是因为对军费分配的争夺，导致很多原本用于核武库维护的资金被用在了其他军种上。现如今的民兵3出问题，其实本质上是美军内部利益集团相互争抢资源所体现的冰山一角。随着事态的发展，如今的菲律宾开始将无理取闹无限扩大。根据近期消息报道，菲律宾军方的飞机和舰艇正加强在黄岩岛海域的巡逻活动，接连抵近中国驻守的岛礁进行骚扰和侦查。截至到5月7号，有传言菲律宾军方出动的海警船依然在我国黄岩岛12海里外转圈。很明显，菲律宾仗着有欧美国家的支持，铁了心要在南海与中国进行一场对抗。面对菲律宾释放的一系列危险信号，我方出动了3102和3303两艘海警船在黄岩岛海域进行巡航。而在菲律宾增派了大量船之后，我海警也增派了舰艇，大批海警船逼近菲律宾。该消息是经过多方媒体报道，虽说暂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不难猜测，此举非常像现在陷入疯狂的菲律宾的做法。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面对我国赶来的大批海警船，导致菲律宾围困黄岩岛的机会再次失败了。事实上，对于我国人来说，中国会这么做并不奇怪。触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事情，中国向来都不会让步。可我国人好奇的是，自杜特尔特上台后，中菲两国的关系有了明显的缓和，为什么菲律宾会突然反过来将枪口对准我国？真要说起来，其实近期菲律宾内部之所以各种事件频发，其关键原因就是因为杜特尔特即将结束任期，准备下台。众所周知，菲律宾国内存在大量的亲美势力，如果这个时候不借针对中国获取亲美势力的支持，那么杜特尔特很可能在总统大选上处于劣势。反之，美国当局为了对付中国，不断拉拢菲律宾，企图将中国周边国家都拉入自己的阵营中。说白了，南海海域争端再起，很大可能就是杜特尔特布下的局，其目的就是缓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不过，要是真是这样，那么菲律宾军方在相关海域的强势表现也就可以解释得通了。但菲律宾估计怎么都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一次更是直接出动大批海警船逼近黄岩岛，导致菲律宾围困计划失败。如果说中国强硬对菲律宾来说是坏消息的话，对美国来说就是好消息。拜登正愁找不到机会拉杜特尔特下水，一旦菲律宾处于劣势，就会向美国求援，美国能够借机为菲律宾驱离在这一海域打鱼的大陆渔船，拉菲律宾下水，让该国成为自己遏制大陆的前哨站。说起来，美国才是最后的赢家，菲律宾是时候该清醒了。